全球首富换人，身家飙升至13000亿。军火巨头罕见扩张，日本狂买400枚战斧，33万亿资金紧急避险。新来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往期精彩的内容。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刚刚，马斯克夺回全球首富头衔，隔夜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纳指涨 0.63%， 标普500指数涨 0.31%， 道指涨 0.22%， 科技巨头领涨，特斯拉股价大涨 5.5%， 总市值单日飙升3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00亿元。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马斯克的财富净值增至187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000亿元，超过了拥有1853亿美元财富的全球奢侈品巨头 LVMH 集团创始人贝尔纳阿尔诺，重新夺回全球首富宝座。当前，全球打响的新一轮军备竞赛成为了市场热议话题。2月27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日本政府计划采购400枚美制战斧导弹。同时，法国军工巨头泰雷兹近日宣布，计划2023年招聘12000名新员工，以应对全球军火的旺盛需求。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警告称，目前新一轮的全面军备竞赛已经正式开始，将会是前所未有的且完全疯狂的。除了军火商以外，美国的能源巨头们也赚得盆满钵满。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欧洲的原油出口大幅激增，直接创出历史纪录。据船舶跟踪公司 Clapper 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平均每月运往欧洲的原油数量同比增长近 40%。 回到市场层面，美股上周遭遇持续回调，投资者愈发悲观，正疯狂囤积现金。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货币市场账户中的现金总额升至 4.8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万亿元，创出历史最高纪录。另外，美股的估值泡沫也拉响警报。据华尔街机构测算，当前美股的 PEG 比率已飙升至约 1.8， 比互联网泡沫期间的水平高出 20%， 太疯狂。俄乌冲突愈演愈烈的同时，全球军备竞赛正在打响，军火市场需求激增。近日，法国军工巨头泰雷兹 Thales SA 突然宣布，因产品需求强劲，计划2023年招聘12000名新员工，以应对全球军火的旺盛需求。需要介绍的是，泰雷兹是法国最大的军工生产企业，其核心业务均与军事相关，以设计、开发与生产航空、防御和信息技术服务等产品著称，员工总数超过8万人，其中法国总部的员工数量约为4万人。泰雷兹集团 CEO 帕特瑞斯·凯恩表示，全球军火需求出现了激增，公司的各项业务都在蓬勃增长，这也反映了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因此，公司今年计划招聘12000名新员工。该公司的声明显示，此次招聘新员工的 40% 将从事研发工作，涉及生物识别、人工智能、软件工程、网络安全等领域。在这12000万名新招员工中，约5500人将在法国工作，3340人将在欧洲地区工作。另外，公司基地还分布在美国、加拿大、亚洲和澳大利亚。受益于旺盛的市场需求，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泰雷兹公司的股价累计涨幅超 60%， 并创下了历史新高，最新总市值已攀升至 283.7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100亿元。全球军备竞赛更明显的体现是，各国正在大幅增加军事和安全支出。2月27日，环球网援引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天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日本政府计划采购400枚美制战斧导弹。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长程、全天候、具有短翼、以次音速巡航飞行的导弹。日本防卫省在2023财年预算案中，划出购买战斧的预算为2113亿日元。
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日本正在大幅增加防卫支出。2022年12月，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其中提出日本将致力于拥有对敌攻击能力等政策主张，计划到2027年将日本国防开支增加1倍，达到 GDP 的 2%。 近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阿联酋举办的阿布扎比防务展览会上表示，当下所有军火都十分抢手，因为各国都在争相提高国防预算和采办武器弹药，为接下来的战争做准备。武契奇进一步表示，截至目前，新一轮的全面军备竞赛已经正式开始。这场竞赛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将会是前所未有的且完全疯狂的。今年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计划在2024年至2030年期间拨出4000亿欧元，约合4330亿美元，用于国防开支，高于2019年至2025年期间的2950亿欧元。美国收割欧洲，除了军火商以外，美国的能源巨头们也赚得盆满钵满。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欧洲的原油出口大幅激增，直接创出历史纪录。据船舶跟踪公司 Clapper 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平均每月运往欧洲大陆的原油数量同比增长近 40%， 大部分原油运往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其中仅西班牙一国的原油购买量便增加了 88%。 据 Clapper 预测，2023年1月份，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运往欧洲的石油量达到了153万桶每天。目前，欧洲已经成为了美国原油最大的出口地。另外，美国白宫表示，2022年美国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量增加超过 100%， 这为欧洲大陆的能源危机提供了缓冲。分析人士表示，西方对俄罗斯原油的禁令、价格上限的最新制裁，或将进一步推升美国对欧洲原油的出口量。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IEA 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钻井公司的产量接近创纪录的1190万桶每天，预计今年、明年的产量将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欧美原油价差正在不断扩大，进一步推高了美国石油交易商的利润。在俄乌冲突之前，石油交易商通常认为美国原油期货 WTI 较布伦特原油低3到4美元的折扣价，以体现到欧洲的运输成本。但在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扰乱了航线，推高了对油轮的需求，两种石油的价差大幅飙升，一度达到10美元每桶。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4月交割的布油价格比 WTI 原油价格高 6.84 美元每桶。这一价差也间接表明，越来越多的石油交易商将石油从德克萨斯州等页岩地区输送到墨西哥湾沿岸。当地时间2月26日，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 表示，针对俄罗斯能源的价格上限应该继续收紧。其进一步表示，应该没收俄罗斯国有资产，并将其用于重建乌克兰。33万亿资金紧急避险。回到市场层面，面对美股的这一波回调，悲观情绪正在弥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疯狂囤积现金，选择现金为王的避险策略。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1周内，美国散户投资者加仓货币市场基金99亿美元，使得散户在货币市场账户中持有的现金总额达到 1.79 万亿美元。截至目前，美国货币市场账户中的现金总额升至 4.8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万亿元，创出历史最高纪录。这一资金流动趋势反映出美股投资者的不安与悲观情绪。随着最近的市场抛售，投资者持有现金的意愿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受超预期的通胀数据、个人消费指数 PCE 的拖累，标普500指数遭遇连续3周下挫。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持续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正在飙升。2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4.7%， 接近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
美股另一个危险指标也正在拉响警报。据华尔街机构测算，当前美股的 PEG 比率已经飙升至约 1.8， 比互联网泡沫期间的水平高出约 20%。 需要介绍的是， PEG 为市盈率 PE 与公司的盈利增长速度区的比率，该比率越高，就表明股票越被高估。该指标是华尔街传奇人物彼得林奇的最爱。华尔街分析人士警告称，从大多数美股股票的市盈率来看，估值确实过高。一旦考虑到业绩增长正在放缓的事实，估值泡沫显得更加危险。在通胀进一步刺激美联储激进加息之际，美股的估值泡沫可能随时被戳爆。